这种阻值很低的大功率电阻要怎么测量呢？ 0.1 欧姆、0.22 欧姆，也是0.22欧姆。用万用表的欧姆档试试。结果 0.2 欧姆的电阻，万用表显示 0.5 欧姆。一样，另一个 0.2 欧姆的电阻，万用表显示 0.6 欧姆。0.1 欧姆的电阻，万用表显示仍是 0.6 欧姆。万用表无法测量低阻值电阻，那换这个所谓的多功能测试仪呢？结果测出 0.3 欧姆，好像好一些。也是 0.3 欧姆。这是 0.1 欧姆，测出来仍是 0.3 欧姆。为什么低阻值电阻仪表量不出来呢？原来测量电阻的原理很简单，就是用已知的电流流过待测电阻，测量电阻两端的压降，以欧姆定律 ，R 等于电压除以电流，就可知道待测电阻值。但是当待测电阻阻值很低的时候，例如1欧姆以下时，导线的电阻就无法忽略了。导线电阻包含电阻接角及仪表碳棒线电阻，在测量极低阻值时，导线电阻可能已经大于等于待测电阻。这说明了为什么可量电阻值的仪表在低电阻值时变得如此不准。所以要量低阻值，应该使用另一种仪器，较为欧姆表或毫欧姆表。它和一般欧姆表差异在于，这种仪表有4个端子，其中2个端子是电流源，另2个是电压感应线。根据电流源的稳流作用，不管电流导线长短，电流都不会变。那么稳定的电流流过电阻产生的压降，理论上就能准确算出阻值。但是侦测电压的点就很重要，毫欧姆表的2个分离侦测点阻抗非常高，只测量电压，不会吃电流。如图，侦测点可以靠在非常接近电阻两端，如此就可以排除掉仪表至待测电阻的导线电阻，只量到电阻值。但是这种低阻值大功率电阻很少用到，可能只有在装功率放大器时，里面的功率晶体涉及电阻会用到。再买一台毫欧姆表根本用不太到，很不划算。所以我想了一个简单的方法，用既有的设备来准确的量低阻值电阻，就是将毫欧姆表换成电源供应器，并设输出电压为电源供应器的最小电压，例如 0.6 伏特，电流设为1安培。由欧姆定律，电压 0.6 伏特除以1安培，可知当电阻低于 0.6 欧姆时，因电流限制在1安培，所以输出电压会下降，而进入恒流源模式。另外，以万用表的电压档量 R 两端，因电流是1安培，
所以量到的电压就是电阻值，如 0.22 伏特就是0.22欧姆。有了这个计划，就可以实作看看。电源供应器输出电压设最低 0.6 伏特。电流设1安培。开启输出。电源供应器接上待测电阻。此时，输出电压下降，电流稳定在1安培。电压档量电阻两端，得到 217.7 毫伏，也就是说阻值是 217.7 毫欧姆，等于 0.2177 欧姆，和标称阻值 0.2 欧姆极接近，可说是非常准确。再量另一个 0.22 欧姆电阻，电源供应器进入1安培恒流模式，量两端电压。测量点在电阻角尾端，得到 221.9 毫欧姆，一前一后得到220毫欧姆，都在前端，得到 218.3 毫欧姆。由此可知，测量点在电阻角不同位置都有很大的影响。现在测这个 0.1 欧姆的电阻，一样进入恒流源模式，得到 111.3 毫欧姆。测量点换到前端，得到 100.2 毫欧姆，非常准确。用这样的测量方法，可以准确得到电阻值，不必另购毫欧姆表了。